我是个几乎零登山经验的小白，今年6月背着10公斤的登山包，决定挑战很多人的梦想 TMB 白朗峰环线。这一条路要翻山越岭，穿过法国、意大利、瑞士，而且每天要住在不同的山屋。问题是我没有方向感，出发前才学习看地图，每天都走到怀疑人生，想要放弃。像我这样的人，真的能完成 TMB 吗？你好，我是Alison，现在就跟着我一起出发吧。好，我安排了几个月的 TMB， 今天正式开始，道别了跟我玩了几天的姐姐。现在呢，我要一个人出发去 TMB 了。我就这样忐忑不安的搭上巴士，开始了我一个人8天的 TMB 行程。从沙姆尼搭1号巴士到 Bellevue 之后，对面就是缆车站。我这个登山小白选择搭缆车，把我带到1800公尺高的地方，从那里可以接上 TMB 的主线。很小巧可爱，多亏这个缆车省了我800公尺的爬升。下了缆车之后，大家都在这里准备自己的行程。一出缆车，这里有很多路线，告诉你往哪个方向走。我们应该是往这里。我7点50搭上巴士之后呢，现在刚好8点50，我要准备出发了。我照他指示走这边。刚刚跟我一起搭缆车上来的人呢，只有我一个人选择走这个路线，所以我有一点担心。但是刚刚遇到这边工作人员，我问了一下，确定方向是对的，所以我比较放心了。接着呢，我就要对自己有信心，跟着我所设定好的 GPS 走。上了一个小坡之后，看到这个建筑物，我要往下走。这个坡还不小哦。接下来从这边走1个半小时到 Le Chapelle 这里。根据 GPS 是的，我会经过这一间山屋，所以往那边走没错。走了1个多小时都没有遇到其他的登山客，其实我这个时候是很紧张的。路上的小石子太多了，很多东西跑进去，所以现在我要把这个套上，保护我的脚。好，我刚刚从这个斜坡走下来，就看到这些路标，这个大平原，然后这里告诉我说去 Le Chapelle 还有1个小时，然后这里有马儿，还有个婴儿呢，婴儿看着马儿，超可爱。这就是山景，这里好美啊，但是有好多蚊子。刚刚那一间是学校，然后这里有一些民房。OK， 我要走这条路。哦 ，OK。I think the guy down there told me to just go right here. Yeah. OK， And you can just go a loop. 哦 Yeah. 所以说除了这个大的路标，你还要看有没有小的。一个 note 告诉你说路关掉了，现在我们要 Day 2走那边，真的要注意。这个女生走了半个多小时，发现前面的路关闭了，幸好她回来告诉大家要绕路。我们绕路到这个桥，这不在我的计划范围，但是没办法，我们多走了30分钟才可以到 Le Chapelle。哇！这里好多雾气，感觉好清爽哦，正需要，好舒服。看得出来我全身都是汗，而且装备很凌乱，完全就是一个登山小白的样子。看起来我快到了 Chapelle， 这里应该就是了。然后我猜我今天要走到下面这一区，这里，那里就是我今天入住的地方，我猜。刚才遇到的几个登山客都超过我前面了，现在又剩我自己一个。这里就是 Le Chapelle， 这里有个小牌子，牌子到处都有，要仔细看哦。后来又遇到刚刚的一对美国夫妻，他们人超好的，看到我自己一个人又是新手，所以还会放慢脚步来陪我走，还帮我拍 B-roll 呢。我刚刚从这个坡走下来，应该有30度。然后现在我要往下走，要很小心，慢慢来。我的速度太慢了，现在只有我一个人自己在这里走。而且呢，我遇到的问题是我的 GPX 叫我走这边，但是路标叫我走另外一边。
我选择是跟着我的 GPS 走。很常发生到底是要跟着路标走，还是已经设定好的 GPS 走的状况。这一条小路很不好走，现在我还要这样走下去，然后过桥。这里好漂亮啊，但来到这里很不容易。原来我刚刚不小心走到捷径了，结果从捷径一出来，又遇到刚才超越我的美国夫妻，超好笑的。这经过另外一间山屋，然后我要继续往这边走。我到了La Chapelle了，接着往这里走。太好了，终于看到我今天目的地的一个标示 Compiègne du Montet。我到了今天住宿的地方，我在这里打个卡。根据我的 UPS， 我只需要走4个半小时，但是我是新手，我走了5个半小时，有到就好。明天要继续加油，明天的路更长远了。能开车来的，为什么我们要走路来呢？因为这个叫 TNB 嘛，这里就是今天入住山屋的入口。除了山屋之外呢，它还可以露营。但是我不想背帐篷，所以我就花点钱住在山屋。总结，我今天总共健行了8 miles， 相当于13公里，差不多5个半小时，总爬升700英尺，总下降2550英尺。这样的距离和难易度很适合作为 TNB 的第一天，就像是暖身一样。我刚刚 check in 了，他说晚餐是7点15分，早餐是7点，然后要给他看这个手环，才可以去吃早餐。另外，他们还有卖面包和午餐的餐盒。他们的山屋很大，但是里面也放了很多床，而且有些暗，所以住起来不是说很舒适。但其实我早有心理准备会是这样，所以还可以接受。大部分入住 TNB 山屋的时候，他们都有规定，要把登山鞋、登山杖和包包放在一个这样子的公共空间，然后换上拖鞋或是干净的鞋子，才可以到房间里面去。然后这里还有洗衣间。洗澡和厕所的地方男女没有分开，但是空间还蛮够的。把换洗的衣服和用品都放在防水袋，这样才不会弄湿，而且很方便。晚餐的时候都是大伙一起吃的，所以不用避免的一定要跟左右邻居聊天。这时候催眠自己是E人才可以活下去。这是我们的头盘、主菜和甜点。很多人都是5、6点就起床了，所以9点半都已经乖乖睡觉了。在这里吃早餐，然后他们一袋的就是午餐，他们另外订的，一个人好像11还是14欧。这是我们的早餐 ，baguette ham and cheese， 可以让你随便拿。后来才发现，原来我入住的第一间山屋，也是整个 TNB 行程中最好的山屋，吃的超丰富的，设备也是最齐全的。出发前先看一下今天的行程重点。今天我们还会留在法国的境内，入住的山屋叫做 Des Montes， 全程都是徒步的话，大概是14.2英里，以我的速度应该会耗费10个半小时。离开山屋没多久，就会到的 Notre Dame de la Gorge， 从那里几乎是以35度角一路上坡，总共要走6.8英里，爬升4200英尺，到达今天的最高点 Col de la Croix du Bonhomme， 接着就开始下坡3英里，要下降3015英尺，到达今天的最低点 Les Chapelles。 到了这里，以我的体力来讲，我必须要搭一段巴士才可以到达今天的山屋。A 计划就是赶上4点20分最后一班巴士直达山屋的停车场，这样我可以少走3.7英里。B 计划就是搭巴士到 La Ville des Glaciers， 接着再走路去山屋，这样可以少走2.8英里。C 计划就是如果都搭不上巴士的话，我就要继续徒步3.7英里到达今天的山屋。现在就跟着我一起出发冒险吧。现在是8点07分，比我想象的晚出门，因为我吃饭吃很久，我吃东西很慢啊，花了半个小时吃早餐，然后又半个小时弄东西的。刚好看到有一团领队带着他们走，所以我跟他们
看看会不会少走一些路。后来问了一个团员才知道，他们要去的地方跟我是反方向。幸好发现得早，赶快看回自己设定好的 GPS 跟着走。现在我又遇到昨天的一对加州来的非常 sweet 的 couple， 好巧哦！所以现在我又跟着他们走了，真是注定有缘分。出发之前，我听很多人说8岁到80岁都可以来爬 TMB， 但是他们没有把重点讲完。重点就是这些80岁的 hiker 是从年轻就开始爬山了，好吗？并不是老了80岁第一次去爬山。我前面的这一对美国夫妻，他们本身就是 hiker。他们这一次来欧洲不是游山玩水的，而是特地来爬 TMB 的。旁边那一位也是美国人，我叫他 Lady M。在我8天的行程中，有4个晚上跟他入住同一间山屋。他70几岁了，健步如飞。他本身是玩铁人三项的。这个就是鹿特丹的La Forge。现在开始要一直走，一直走，一直走。这里应该就是罗马人的桥。继续上坡，继续。好，我要接着走了。我已经落单了，大家都超越我。这里是它的入口，这景色很棒哎，比我昨天住的好。如果你可以走到这么远的话，就住这里吧。我一直顾着看路，然后一抬头看到这样的景色，哇！要看到这样的风景，要费尽你的腿力，很不容易。我整个人都是汗，然后防晒也已经流下来了，整个样子很挫，超美的。好，终于遇到一条比较平的路了。如果沿路都这样，那多美啊！如果这么简单的话，就不叫 TMB 了，是不是？吃饱饱哦 ，Bon appetit！ 那里也有，这里也有。休息一下之后，又要开始爬升了，就一直跟着那些人走上去就对了。这里就是 Uffizi de la Blam， 然后这里开始一直上坡，终点是 Uffizi de Monte， 但是我不可能走7个小时去那里，到那边都天黑了，我要赶上4点20分的巴士。走到了Croix du Bonhomme是3个小时，也就是说我1点40分会到那里。那个山屋的 La Blam 走上来，就是这条路。哎呀，继续往前。路上来Croix du Bonhomme很多这种石头路，有点危险，但起码目前大家都是平平安安的，有惊有险，但是都会是平安的。我刚刚在山羊，我刚刚在拍山羊那里是走错路了，所以要回头，这里才是去Le Croix du Bonhomme。在这里，不要走这个桥，走了这个桥就会看到可爱的山羊，但是那是错的路，走这条路才是去Le Croix du Bonhomme。这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，就这样一波接一波没完没了。我现在要去的是这群人走的地方，这么高，好多坡啊！还要往那边走，真是没有尽头哎，生无可恋啊！好想回去游轮上哦。我要跟着他们走，这就是我待会走的路。然后晚上
我走了这么，我不晓得坡度有多少，也不晓得上坡是多少，我只知道我走得很高很高。这是冰川还是雪啊？我还要走那么高啊！天哪，我可以办到吗？建议是不要往后看，因为你有背包，背包都不轻，所以你一定要小心。要注意 focus 在前面。你往后看的话，也不要往左右看。你往后看，重心不稳，就会往后掉了。好了，这边就是 Le Croix du Bonhomme， 但是这还不是我今天要走的最高点，我还要走一段路啊。包包放着，不会有人偷，大家自己的东西都背不动了，应该不会有人偷。看一下外面的景色，哦，这里风好大，少了背包真的很轻松哎。希望大家都平平安安的。哎，还要走多远？还没有完呢，我还要继续走。我刚刚也在那里补充我的水，这一路真的不好走，这样走上去。我上来了，我一路从这里上来，这一段是最危险的，它没有路，你要自己找。然后这条路真的不好走，这是官方的路线哦。然后我的目标应该就是在那里，过了那里之后，我应该就是可以下坡了。快到了，快到了，这个地方很值得打卡。从我离开我的山屋走了6个小时半，来到这里，真的很不容易，我佩服我自己了。Yay! 6 hours and a half. I'm here. I'm proud of myself. 这就是 Le Croix du Bonhomme 山屋本人。根据 GPS， 新手只要花5个小时就可以到达这里，但我花了6个半小时。Croix du Bonhomme 的山屋之后，就是一路上下坡走，去了 Championnet。来到了 Le Championnet， 但是我要找巴士比较重要。这里人声鼎盛，感觉非常良好的一个小镇，但是我要搭巴士。现在是4点50分，我已经错过我的4点20分巴士了。巴士站就在这里，我去问一下，希望还有巴士。现在有一班5点的车可以让到 La Ville de Glacier， 可以买票。我买了票，5块欧元，就在这里搭。然后下了车，我还要走一段路。他说很好走的，不用担心，很好走。希望如此咯。好，搭巴士之前，我已经走了快9个小时了。整台车只有我一个诶，希望他可以有好心送我直接到我的 Refugee。Oui. Voilà. Ça fait 5 km des Championnet jusqu'à la ville des Glaciers. D'accord. Pour monter jusqu'à le rocher là-bas. 好，我搭到这里下车了，他没办法直接送我去我的 Refugee， 所以现在我要走。结果命运安排我走了 B 计划，总比 C 计划全部要走路来的好。但是他很好，他刚刚告诉我，我的 Refugee 就在那个白色的房子。Allez bon courage。5块欧元带我到的地方，省了1个半小时，很值得吧？我脚痛死了。好多牛啊，满山都是，听到他们的铃声，好舒压哦。到了
到了今天住宿的地方，有个白马欢迎我们。在6点，快10个小时，我到了我的山屋。这是我今天入住的山屋，这个还有一个密码锁才能进来，还不错。目前6点，这个房间只有我一个人 check in， 不晓得今天会不会让我包这个房间呢？如果是的话，那就太划算了。我付79美金，包早餐跟晚餐。这就是我窗外看到的风景，哇哦！今天走了10个小时，只吃了几口面包，现在肚子饿，先把它吃了。7点才吃晚饭。不对，我要先洗自己，然后再洗衣服。来到这里才知道，因为太过偏僻了，所以没有任何的网络。幸好出发前就跟我先生说，很有可能会有这种状况，所以1-2天没有联络上，不用担心。总结，因为今天搭了一段巴士，所以我只走了11.2 miles， 总共花了10个小时，徒步9个半小时，总爬升4350英尺，总下降3150英尺。困难点是在背着背包的情况下，连续上坡6个小时，而且石头路很不好走，下坡的时候膝盖会很痛，身体要 hold 住，不要滑倒。衣服洗好了，晾在这里，希望不会下雨。然后很多人把衣服都晒在这里。刚刚洗完衣服，现在7点去吃饭。哇哦，这里景色很不错。这是我们吃饭的餐厅，然后你告诉他你的名字，他都会告诉你吃饭的桌号。这里的晚餐超棒的，可以喝到暖乎乎的汤。我喝了3碗，还吓到旁边的美国人。主菜有米饭、蔬菜和香肠，甜点是烤布丁，超棒的。刚刚吃完晚餐了，然后整个过程愉快，就是跟大家聊天。这几天聊天的内容都是你从哪里来，从哪里出发，走了多久，明天要去哪里，然后你几天完成这个 tour， 所以呢还蛮好玩的，总会有一些聊天的内容可以打开话题。然后晚餐很不错，而且还有音乐表演，大家都很开心，尤其是那些法国人听到自己的法文歌的时候，都开心的跟着唱，在那边拍桌子，气氛很好。那现在吃完饭已经8点快半了，这样的天色我没有办法好好欣赏，因为我已经很累了，我要去睡觉。明天又是一个很长的一个走路，大概8到9个小时，但是以我的速度，我可能要10个小时才能完成。我不晓得能不能完成这个 TMB。有些时候我想说，要不要提早退场，然后回去夏慕尼找一间 hotel 上面住个几天，再等我的班机回纽约。但是我不知道，他们已经说了，我已经走过最困难的，他们都说今天的路线是最难的，我已经完成了。然后听到这么讲，就觉得好像不应该放弃，总不能完成最困难的就放弃了吧？这样子很没意思耶。但是我还在考虑啦。